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制作皱巾，以及在做完皱巾之后，我会做热贴巾。今天就一次示范给大家看。通常在做皱巾的时候，我会自己做银的合金。我的配方比是 80% 的纯银跟 18% 的红铜，这样子的配方。它的含铜量比较高，所以到时候做皱巾的时候，它的表面起伏会比较明显。我会在等到纯银溶解的差不多之后，我再把红铜放进去，这样子可以减少银的氧化，那溶解的过程会比较顺利一点。然后会适时的加入一点红砂粉。接着我用碾片机把它碾到差不多1 mm 的厚度。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做这个皱巾最重要的前置步骤。这个退火的步骤的用意呢，是要把这个银合金里面的纯银提到表面上。那这个是第一次的退火，你会看到我的金属颜色很深，这个氧化物都在金属的表面上。然后退火完之后，快速的把它放进制酸液里面。刷洗完之后，我就拿起来用黄铜刷加洗碗巾稍微刷过一遍，把表面的这个氧化层都刷干净。然后接着就进行第二次退火。这样子的步骤要重复7次到10次，一直到你最后一次退火发现它的红铜不会再浮上来，就是它的表面是一层雾白的颜色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我这次退火，我大概退了8次，才到达整个金属变成雾白色。接着我就可以把它放在碳砖上面，准备进行熔。那在整个均匀加热之后，我会从一头开始，慢慢的让它达到熔点。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开始有一些起皱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皱巾的过程，主要是靠着火源的方向去控制这个起皱的位置，还有它的起伏。在制酸之前，我稍微刷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质感的表现怎么样。那我觉得这个质感差不多可以了，那我就可以把它栓洗之后，才切成我要的形状。
接着我把它做成了2个戒指，2个开放式的戒指。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热贴金。我先大概提一下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做过把唇银提到表面的这个动作了，所以我们在做完皱巾之后，我大概还是需要再重复1-2次这样子的过程，再次把唇银提到表面之后，我们再来做热贴金。但是这个步骤就不需要像前面重复7-8次这么多，我大概做的1-2次就已经达到唇银提到表面的效果了。所以等唇银都提到表面，整个都变雾白色以后，我们再来做热贴金。那我刚刚在表面上了一点胶水，先把金箔附着在表面上，接着我用小火枪稍微加热，让整个戒指的温度达到300度左右。我用我的抛光棒试探一下这个金箔能不能贴在金属上。如果我压一下发现金属已经可以服贴在金属上了，我就可以集中的加压我的金箔，把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挂在金属上面。好，在确认完金箔都附着在戒指上面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栓洗。栓洗完以后，我会拿黄铜刷跟洗碗巾再把表面刷过一次，确定金箔都完整的附着在上面之后，我就可以进行硫化染色。这个硫化染色的用意是为了要让这个金箔跟黑色的银有强烈的对比。那我想要再稍微露出一点银的原色，所以我会用彩刮布在表面稍微再刷出一点银的原色，但我不会刷掉太多，因为我还是希望这个黑色跟金色的对比还是可以保留下来。那最后呢，我会再上一层文艺复兴蜡，让这个硫化的颜色会更饱和、更明显一点。以上就是今天皱巾的做法，以及皱巾完之后制作热贴巾的方法。那如果对今天的影片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加入我的会员，可以看更多不一样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